你知道吗？80%的健身器材实际上对真正增长肌肉几乎没什么用处。苏联特种部队在训练营内禁止使用任何器械，因此锻炼出了惊人的力量。这些士兵的动作令现代健美运动员自愧不如。事实上，肌肉的增长来自张力，而不是铁块。事实上，你的身体无所谓阻力是来自杠铃还是你自己的体重，关键在于你如何创造阻力并控制动作。这里有6个苏联时代的锻炼练习，只要15分钟就能促进肌肉增长，无需健身房会员资格。第一个动作是弓箭手俯卧撑。标准俯卧撑在第3周后就失去效果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适应了负荷。这正是当你能够轻松完成20或30次重复动作时发生的情况。你的身体变得很高效，肌肉增长就会停止。弓箭手俯卧撑产生单侧肌肉张力，模拟重压推举动作，不是2只手臂共同分担负荷，而是一只手臂承受大部分力量，另一只只起到辅助作用。这能激活深层肌肉纤维，普通俯卧撑无法做到。它是这样运作的：开始时，双手比肩膀更宽的放置，做宽距俯卧撑姿势。当你缓慢下落时，完全将重量转移到一侧。你的发力臂正常弯曲，而支撑臂则保持几乎伸直。重点是在下降的3秒内保持动作控制，并在底部保持1秒。发力的肩膀、胸部和3头肌几乎要承受你全身的全部体重，这就像用单只手推起相当于你体重180磅的重量一样。假如你体重是180磅的话，难怪苏联士兵不用器械也能练出壮硕的上半身。最常见的错误是动作过快，而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持肌肉张力。人们不停地弹跳，试图完成高重复次数，那完全违背了初衷。缓慢、控制的动作以及最大张力下的持续时间是促进肌肉生长的关键。要进阶练习，开始时双脚抬高，放在沙发或椅子上，这样减少了负荷，有助于你掌握动作模式。一旦每侧能做5个完美动作，就可提升到单臂最低位置保持，在底部保持3到5秒钟，然后推起。如果你有肩部问题，建议使用阻力带来辅助锻炼，将弹力带绕在支撑臂上，并将其固定在坚固的物体上，减轻负担，保护关节安全，同时保持对肌肉的挑战。目标是每侧完成5至8次完美动作。做这个比做50个普通俯卧撑能促进更多肌肉生长，因为用力的肌肉承受巨大张力。质量永远胜过数量。练习2：印度深蹲。杠铃深蹲的问题是，它们在重负荷下会严重损伤膝盖。所有那些重量压迫着你的关节，而你的肌肉则试图在不自然的运动范围内活动。一次动作不对，你可能会膝盖疼痛好几个月。印度式深蹲有助于增强爆发力和促进关节健康。持续的运动有助于滑液在膝关节中循环，保持其健康与灵活性。苏联摔跤运动员通过这些训练动作提升双腿爆发力。下面是动作要领讲解。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当你下蹲时，脚跟自然抬起。这并非错误，这正是动作的关键。你的手臂在下降时向后摆动，以借助惯性；升起时则向前摆动。节奏控制为下降1秒，随后立即上升，没有像传统深蹲那样在底部停顿。这种连续的动作不断保持你的肌肉张力，贯穿整个运动范围。你的股四头肌、臀大肌和小腿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为什么多做几次数比用大重量更有效？这是因为它会增强肌肉耐力和代谢应激。你的肌肉需要持续工作，产生那种刺激生长的灼热感。苏联士兵在训练中会做数百次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也能增强实用力量。你平时什么时候会慢慢蹲下，然后在最低点停一下呢？印度深蹲训练你在跳跃和跑步时实际使用的爆发性运动模式，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于有关节问题的人，可以尝试使用盒子支撑的版本，在你身后放置一个结实的箱子或椅子。每次动作到底部时，轻轻触碰支撑物，但不要坐下。这一动作在保持运动模式的同时，减轻了膝盖的负担。你的目标是根据你的体能水平做20到50次，这能增强腿部力量，比健身房里的任何器械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能力。从20次开始，每周增加5次，直到达到50次为止。第3个练习：悬挂抬腿。核心练习效果有限，因为忽视了脊柱的稳定性。仰卧起坐和卷腹训练腹肌，但不代表核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作用。
你的核心作用是保持脊柱的稳定，而你的手臂和腿部则负责带动运动。悬挂举腿在重力作用下促进核心肌群的有效配合，你的整个核心需要协同发力来抬起双腿，同时保持脊柱自然中立位。这正是你在举重物或进行体育运动时核心肌群的运作方式。苏联体操运动员通过悬垂抬腿锻炼出完成动作所需的坚如磐石的核心力量。这些运动员能够保持不可能的姿势，因为他们的核心经过专门训练，能够在极端负荷下稳定住身体，再多的仰卧起坐也做不到那种功能性的力量。正确的握法是这样：双手与肩同宽，悬挂在单杠上，通过向下和向后拉动肩膀，保持主动悬挂状态，这会激活你的背阔肌，并为动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你的肩膀绝不应该耸起靠近耳朵。动作从受控抬起至90度开始，你的双腿一起抬起，膝盖并拢，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关键在于缓慢的下落，回到起始位置。真正的肌肉生长发生在离心阶段。不准摇晃。摇摆双腿的人是靠惯性，而不是靠肌肉力量。你的身体应该像钟摆一样完美的摆动，每一次动作都应与前一次完全一致。为什么这个比仰卧起坐好？因为它锻炼你身体的整个动力链，而不仅仅锻炼腹肌。你的握力、肩部稳定性和髋屈肌群都会变得更强，同时你的核心学会整体协同工作，这会增强你的功能性力量，能应用到你做的所有动作中。对于初学者，先保持膝盖弯曲，这减少了力臂，使运动更加易于控制。在进阶到双腿伸直之前，先专注于动作的规范与准确。高级训练者可以加带脚踝负重，或用双脚加紧要求。你的目标是完成8到12个完美动作，这可以打造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在进行重物举起和爆发力动作时，保护你的脊柱。高质量的动作配合完美的动作形式，总是比大量重复但技术粗糙的动作更有效。动作4：战术引体向上。引体向上常被忽视重点，因人们急于追求次数，利用臀部和身体摆动的惯性抬下巴或横杆，这看起来挺厉害的，但它并没有锻炼出最大的肌肉或力量。战术型动作采用受控的节奏和最大张力保持时间。苏联特种部队使用这种特定的动作，便是来有效增强攀绳和障碍训练所需的拉力。每一次动作都以军队般的精准完成。你的手位置应略宽于肩膀，握紧拳握，用拇指紧扣杆子，确保握紧且安全。你的握力是这项练习中最弱的部分，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尽量把握力练得更强。动作要领如下：用整整3秒钟的时间将你的身体拉到单杠上，保持顶端位置1秒钟，下巴清楚地超过横杆，然后慢慢下降到起始位置，持续3秒钟。你的手臂到底部时要完全伸直。为什么慢动作比快速动作更有效？因为它能够促进深层肌肉纤维的激活，并避免受伤。当精准控制动作时，背阔肌、菱形肌和肱二头肌的每根肌肉纤维都需全力参与。快速的动作让势能完成了大部分工作，而不是你的肌肉。受控的节奏也避免了底部危险的反弹，保护了你的肩膀不受伤害，你的关节得到保护，同时肌肉受到最大程度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特种部队能够每天进行引体向上训练，却不会受伤。没有引体向上杠时，可以用毛巾在门框上模拟划船动作，将毛巾绕在坚固的门把手上，并身体向后倾斜45度，用同样的3秒节奏将胸部拉向双手。这样可以在无需器械的情况下激活相似的肌肉群。你的目标是完成3到5次战术动作。有效锻炼背部肌肉比做15个引体向上更好，因为肌肉受力时间更长。即使是最强壮的苏联士兵，战术引体向上也让他们感到困难。如果你一次只能做一个完美的动作，那就从这个开始，每周增加1个动作，直到做满5次，然后专注于让每一次重复动作变得更慢，更有控制感。关键是质量，不是数量。练习5：战术臂屈伸。很多人在健身计划中做椅子臂屈伸时方式不正确，他们借助惯性上下弹跳，而不是用肌肉控制。他们的肩膀向前翻卷，肘部张开且处于危险的位置，这会让一个本来很棒的锻炼变成肩部受伤的隐患。战术是下压，通过严格姿势和节奏增强胸肌爆发力、肱三头肌与肩部稳定性。苏联监狱囚犯仅凭椅子和长凳就练出了魁梧的上半身。
他们明白，通过正确的体重训练动作，比用重物马虎的反复练习更能促进肌肉增长。准备动作如下：将双手放置在一把稳固的椅子或长凳的边缘，手指朝前，你的双腿笔直地伸展在前方，脚跟着地。你的双脚离椅子越远，锻炼难度就越大。动作模式对于关节安全至关重要。缓慢地降低身体，按3秒的节奏，直到你的上臂与地面平行。你的肘部在整个动作范围内始终紧贴身体，绝不要让它们过度张开，否则会对肩关节造成压力。在底部位置稳定保持1秒钟，然后用受控的力量推起。你的肩膀应保持向后和向下拉，绝不向前翻转。这可以持续对胸肌和三头肌施加张力，避免对肩关节囊造成危险的压力。为什么这个比机器辅助双杠臂屈伸更好？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必须在3维空间中自我稳定。你的核心肌肉收紧，保持躯干直立，而肩部则努力维持正确的体态。可以锻炼功能性力量，应用于现实生活的推动动作。对于初学者或有肩部问题的人，弯曲膝盖，然后双脚平放在地面。这样，在保持动作模式的同时，减轻了负荷。你也可以把手放在更高的支撑物上，比如沙发的扶手，这样可以减少难度。高级训练者可以抬高双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或者将背包放在腿上，增加负重。关键是，无论选择什么难度，都要保持完美姿势。你的目标是完成8到15个完美重复动作，这锻炼了与弓箭手俯卧撑相辅相成的推力，同时从不同角度锻炼你的肱三头肌。苏联士兵使用这种组合来锻炼全面的上半身力量。练习6：等长强坐保持姿势。大多数腿部锻炼要么给你的关节施加危险的重量，要么使用弹跳式动作对膝盖造成压力。等长强坐不仅消除了这2个问题，还通过纯静态收缩产生强烈的肌肉张力，促使肌肉生长。苏联举重运动员通过等长训练锻炼出能够支撑巨大负荷的腿部力量。他们明白，肌肉是在张力中生长的，而不是靠运动。强坐能够产生最大的肌肉张力，且不会给关节带来压力。准备动作如下：背靠墙站立，双脚向前移动大约60厘米，顺着墙面往下滑，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膝盖与小腿应呈90度角，小腿垂直于地面。你的双脚应该与肩同宽，体重均匀分布在2脚上。将整个背部从肩膀到下背部紧贴，并用力贴紧墙面。手臂可以自然下垂或交叉在胸前，以保持稳定。关键是在疲劳状态下保持正确的姿势。当你的肌肉开始燃烧时，你可能会忍不住想站起来，或者让膝盖向内塌陷。别屈服于这种冲动。灼热感有助于肌肉生长，并区分精英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的心理韧性。为什么等长收缩比动态深蹲更有效增强耐力？因为你的肌肉从未有机会休息。在普通深蹲中，每次动作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都会有短暂的放松，靠强劲蹲保持全程持续的肌肉张力。这与印度深蹲完美搭配，促进腿部均衡发展。印度深蹲锻炼爆发力，而靠强静态蹲则锻炼力量和耐力。苏联摔跤手通过这种训练组合，锻炼出能够瞬间爆发并长时间保持力量的双腿。对于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开始时选择一个较高的位置，使大腿高于与地面平行的角度，专注于完美的姿势。随着力量的提升，逐步达到标准的90度角姿势。永远不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你的目标是连续保持正确姿势30至60秒。从你能做到的时间开始，每周增加5秒的保持时间。精英运动员可以保持这个姿势几分钟，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30秒已经是一种挑战。现在告诉你如何把这6个动作安排成日常重复的训练，这就能锻炼出苏联级别的力量。关键是强度，而不是持续时间。15分钟的专注锻炼，效果远胜于在健身房漫无目的的游荡2个小时。采用循环训练格式，每组练习完成45秒，组间过渡15秒。这样的时间安排保持了高强度，同时给你足够的时间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你的心率在全程一直保持较高。先做弓步俯卧撑，随后直接过渡到印度深蹲、悬垂举腿、战术引体向上、战术双杠臂屈伸，最后依靠强劲蹲做结。完成3轮完整训练，每轮间休息1分钟。这正好提供了15分钟的训练时间。为什么这个时间安排效果这么好？因为它维持肌肉张力，同时允许足够的恢复，以保持你的动作完美。
你休息的时间不够长，肌肉无法完全恢复，但疲劳程度又不足以导致动作变形。渐进超赛是指每周在每个动作中增加1次重复次数，或者通过只有动作多5秒来实现逐步超负荷训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适应徒手训练，所以你需要不断加大难度来挑战它。真正的秘诀就是坚持，每天15分钟的训练比每周2次，每次2小时更有效，因其提升身体适应性和进步。苏联士兵每天都进行严格训练，因为他们深刻明白持续的刺激会带来持久的改变和进步。6个动作能让你无需踏入健身房，练出苏联级别的力量。你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精准的姿势就是你最大的重量。明天开始进行15分钟训练计划，感受2周后的显著变化。订阅吧，获取更多真正有效的自身体重训练。